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很多兄弟都期待已久的这一款大货，终于来了，就是 Hot Toys 公司出品的无损 T800 2.0啊。之前它也出过一个战损版啊，这次它终于来了。香港快货啊，都已经我感觉已经隔了很久了，这次大货补款的终于来了。好了，回归正题，现在我们就来打开包装看一下。首先啊，我们的正面依然是跟之前战损的700-800是一个样子，只是把这个封面啊给换了一下。侧面、背面非常朴实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给它抽出来，哎，里面就是本次的这个内容物了啊，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它结合了以前老版本的这个一些配件啊，都放在一起，还是非常帅的。然后我们来拆开看看啊，之前战损的这个 T800价格一度还炒得挺高啊，不知道这次无损版价格会怎么样？还非常沉，东西还是非常多的，一共是一层啊。老规矩，下方就是一个地台啊，然后这边是一个说明书，最外层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武器跟其他的一些配件，东西还是非常多的啊。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本次的这个主体无损版的 T800究竟感觉怎么样。OK， 本次我们的这个主体就已经拿出来了啊，可以看到这颗头啊，我个人觉得我们俩详细来看一下啊，这颗无损的头，我个人觉得这个象征度比战损的要略微的高出一丢丢，非常舒服这张脸，而且跟脖子的这个粗细比例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可以看到脖子这里跟整个的面雕肤色没有什么色差，脖子这个细节也是处理的非常好，这些肌肉一些颗粒感都做的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焦发的合膜线，一般玩家都会比较关心这个合膜线啊。我这个呢不是特别的明显，稍微会有一丢丢，但问题不大。焦发也是依然 HT 的传统工艺，非常不错。然后可动眼，哎，我们要把头拔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头这次的这个设计啊，依然是这个小滑槽，哎，非常麻烦啊，每次都得滑进去。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本次的这个头雕可动眼在里面，我觉得阿诺的这张脸啊，去稍微再用眼神稍微去调节一下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帅啊。整个面部的这个细节刻画，我觉得也是9分的作品，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非常不错。然后可以看一下脖子的它一些细节啊，这些纹理，我觉得也是做的挺到位的。头雕每次要对准滑槽啊，然后再给它卡进去。OK， 大家觉得这颗头雕象征度各位给几分？好，拉远镜头，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衣服啊，这件皮衣啊，摸上去质感是非常不错的，应该是真皮的一个材料，摸上去很舒服啊。而且手臂里面它还有一个应该是防剐蹭的里面的一个保护啊，你也可以去把衣服脱掉的时候把里面给卸下来啊。但我个人觉得这样挺好的啊，里面包胶的这个素体摸上去很厚实啊，不会特别薄，挺舒服的。胸部这里啊没有填充。腹部这里也没有填充，完全的一个素体，而且本次这个素体啊，我们可以看到很结实，整个上半身这个体型，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啊。整个衣服在灯光下这个油亮油亮的这个质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裤子，我个人觉得还是非战损的这一套衣服啊，看上去更有质感。然后整个素体的话会有一些些的螃蟹手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吧？当然你把衣服脱了，然后再重新摆一下手型的话呢，应该会稍微好一点。这是出场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手臂不管怎么调，它还是对吧？还是这样。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往下看看下方的这个裤子这个部分也是做的非常不错但是我个人要比较提醒的就是这两个
小拉链，它是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之前战损的700-800也是这是粘上去的，很容易掉啊！你不小心手撸了一下以后，这个很容易掉，所以把玩的时候当心一点啊。虽然说掉下来你粘上去也是挺方便的啊。衣服的这个小设计啊也是可以，没什么问题。整个腿部的话呢，没有任何的填充物啊，但是比例还是可以。屁股这里也没有填充物。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可动。首先我们看一下头部可动啊，因为它的这个脖子跟头不是一体的，所以360度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个人不大建议你去这么做，很容易会蹭到啊。抬头幅度还行，低头幅度也有，左右啊没什么问题。然后看一下手臂，当然你在穿的这一身外套的时候啊，你这个手的可动的话会稍微差一点点，对不对？啊，穿的衣服的情况下，只能往这样的抬，只能到这样的一个角度。手肘部分差不多这样，但是呢，脱掉的话应该还可以再往上折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齿轮关节非常的舒服，手臂也有前倾，抬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穿衣服都可以90，对不对？脱掉的话更加高了，往后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胸腰可动。哎，这关节啊很硬，哎，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已经开始回弹了，所以腰部可动还行，往后也有，它基本上日常的这个装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然后把玩摆一些动作没什么问题，左右几乎没有，很小啊，侧腰也是没有的，非常非常的硬。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腿部可动，皮裤嘛都懂的，差不多这样，往前踢。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屈膝啊，这裤子因为比较紧，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像这种皮质的这种衣物啊，我建议如果是要保存久一点的话，还是时不时的去皮革保护剂去稍微去搞一下，会舒服很多。往后踢是没有的。然后看一下脚的这个鞋子，鞋面的这个涂装处理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摸上去应该这个靴子是一体的。所以它可动会相对来说差一点点，鞋面也有这个磨损的这个涂装，往前踢几乎看整个的这个可动非常少，但它可以旋转啊，站立性没什么问题，接地性的话呢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这件衣服当然也可以去脱掉啊，我们来尝试一下，因为配件里面啊它还有一个替换的一件背心，好像啊，我刚刚还没有打开看。我们来看一下，把外套脱掉的这个感觉啊，脱下来，手臂往后抬，来慢慢的给它抽下来。哎，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保护膜撕掉了以后，整个的包胶手臂就出来了。啊，肌肉纹理的话呢，稍微淡化了一点。近距离看一下，啊，毛孔也是非常的细腻，做的挺不错的。手肘这里很厚啊，不像以前的一些素体的话会稍微薄一点，这个还是可以。在你这些脱掉了以后，有没有发现？哎，它的螃蟹手几乎就没有了啊！衣物你再重新拉一下，非常舒服。就这个有点溜肩啊，这个看一下，往上抬一点点啊，这样看的话还行，整体感觉还不错。OK， 主体方面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OK， 配件方面我们一点点来，首先是说明书。哎，这一次这个说明书有一点小厚了，哎，东西还有点多，我们先一一来看一下。首先，可动眼的这个调节，哎，然后就是这个啊，要配合上配件，到时候我们再看啊。这一块真的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地方啊。啊，然后传统的这个墨镜，标志性的一个样子啊，很帅。好，然后这边武器配对的手型，哎，下方哎配件，
啊，然后这个衣服的这个穿脱，手臂的这个替换，反面战损手型的一个替换，然后一些这个弹药袋，这个背包，榴弹发射器，最后加特林，哎呀，这装备是真的多啊！然后子弹放在这个包里面，然后一些注意事项，看到吧？官方也是把这几个小袋都整理出来了，要非常当心。然后一些衣服、裤子、腰带的一个注意事项，说明书上没有给你标志可动，所以呢，这个要自己摸索。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型首先当然是一对戴手套的握拳手，主体手上本来出盒的时候呢，也是一个裸手的一个握拳，这个手套的刻画也是非常精细非常不错。好，然后接下来一对握持的手型，又是一对握持手型。手套它就给了3对，好，然后裸手我们可以看到一对握持武器的一个手型，这个手型的涂装咱们就不多说了依然是传统 HT 的工艺，非常不错。又是一个，这是握持武器的一个手型当然你也可以当做其他手型，也可以。好，然后又是单独的一个握持手型。裸手的话，去掉主体手上的这个握拳手的话呢，一共就给了4个，4只。好，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件替换的衣服，这衣服说实话替换应该是挺麻烦的，摸上去质感有点像我的睡衣，非常不错，质感真的是可以的。好，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这几个配件，对不对？就是它的脑壳顶上，这东西而且这零件非常小，把玩的时候要当心不要掉了。一共是4个，我们先把头雕给拿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上面现在看上去好像对不对，一点小痕迹都没有实际上就在这儿一个磁吸的一个点位，我们可以给它拿下来，但这个拿起来比较费劲说明书上我刚刚记得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写出来这一个东西要怎么给它拿下来，好像我们慢慢抠小心不要去蹭到漆。吸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内部的这个细节，血渍也有，内部的这个涂装也是非常到位的。然后我们可以把配件给放上去，正反不要错了这一面是正，然后我们给它放上去，然后还有一个盖子，这盖子给它盖上，很舒服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把这个脑皮给扒拉下来了。我靠，你可以看到这个血渍的涂装非常非常的帅这个点我觉得涂的真的是非常好。你看近距离看的时候都是有点像牛舌，这个摆在展示柜里面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脑壳顶上。这一点我觉得是本次作品比较亮眼的这个地方非常不错。然后想拿下来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给它这样拿下来，对吧？给它一倒，就倒出来了。倒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掉了，这零件真的是非常小。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配件，当然首当其冲，标志性的这个墨镜，我们来看一下戴上了以后戴上了以后就更像了。而且本来我觉得
最早的这个 T800戴上墨镜以后也挺像的，对吧？更不用说现在的这个新头雕了。好，然后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肩带的武器子弹，依然是塑料件啊，跟之前战损的 T800是一样的，单颗都可以拿下来。啊，重量还是有一点的，虽然是塑料件啊，但也有点小沉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武器。来，首先这一把，哇，它的可以看到这里的机构是可以去配合手型的，然后其他地方是没有可动的。可以看到握把这里的这些涂装细节，侧面这边的一些战损痕迹，哎，都有刻画到。好，然后加特林啊，我觉得这一次无损的这个 T800把以前老版的很多像玫瑰T800，对不对？还有好几个，我记得 HT 以前出过挺多的，都集合到了一块儿，我觉得这还是挺不错的。枪管上也有一些使用过的这个痕迹战损了，我可以说它是战损涂装吧。啊，还有你这个泥渍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它是个塑料件，啊，枪管依然是可以旋转。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可动，啊，涂装还是挺细的。哎，然后榴弹发射器，哎，一样是可以去给它打开的，里面也可以去放子弹，再给它扣上。瞄准器也可以展开，啊，这一把就比较亮堂了，没有什么战损的痕迹或者污渍涂装。好，最后标志性的小手枪，当然弹夹也可以去取下来，里面有子弹的涂装，可动也是有的啊，但是每次这个撞针啊，要给它稍微还原一下才行啊。涂装的话中规中矩，也是一个塑料件。好，然后这一排加特林的子弹，整个软胶件啊，我们可以去安插在，哎，我记得是哪来着？这个得看一下说明书啊，我有点忘了啊。反正从旁边安插进去，你整个这一端的话呢，哎，可以去放在它的这个背包里面啊。背包里面是有海绵填充物的，拉链都是可以去拉开。这一个拉链里面它是没有填充物的，这里面是有的。下方，整个这个背包的质感也比之前老款提升了很多。好，然后可以看一下战损手，哇，这个手型也是啊，现在涂装精进了很多，特别是这里呢，肌肉撕裂了以后的这些血渍。手型上面全都有细节涂装，啊，整个软胶它是没有办法去可动的，只是你稍微可以去掰一下它，稍微的去掰一下，但是幅度不要太大，以防万一损件。只是它因为不是包胶的，所以这个关节啊会比较暴露的，啊，个人建议穿这个的话呢，把那个皮给穿上吧，啊，这样会看着舒服一点，啊，还是挺结实的。好，然后这边，对吧？传统的经典时尚小地台配上拖堂支架，啊，然后刚刚啊小盒里面有一个小配件啊，我忘了，就是这个用来干嘛的呢？刚刚没有说到，就是去开脑壳的，啊，这个配件是开脑壳的，非常小啊，千万别掉了，掉的真的掉地上，我估计也很难找到。好，然后也是我更喜欢的一个配件呢，就是玫瑰花的这个盒子，里面也可以去放你的武器。哎，里面还有个防剐蹭的一个海绵垫啊，填充物。可以看到玫瑰花可以去拿出来，啊，还挺沉，是一个硬胶件，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啊。然后你可以去把里面的东西给抽出来。对不对？抽出来以后去放你的武器，再把这一层海绵也可以去拿出来。
哎，这样把武器也可以放进去，单独展示。啊，这个你要稍微塞好，我现在只是差不多做了一下这个样子。啊，这个开窗啊，但是你想还原官图里面啊这个掉下来的一个小细节，去拍一下照片的话呢，还需要自己动手能力强一点去搞一下。啊，整个纸盒的话不软，偏硬，还是可以的。好，然后依然是手臂的这个连接器的一个补件啊，都有给到。好，其他的话呢就没有了。配件我觉得可玩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如果你 T800战神跟无损非要选一个的话，我个人觉得我比较推荐无损版，因为它东西多，可玩性更高。战损版的话呢，主要是那个地台，对吧？还有头雕，这个怎么说呢？就看你个人的喜好吧啊。我个人如果两个非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无损版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它还是有一些小战损的嘛，对不对？OK，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本期无损 T800 2.0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